如果你曾经养过一只宠物，那你一定懂得这种感觉。驼不是你生命中的配角，不是陪伴你打发时间的动物，驼是家人，是朋友。你知道驼不会说话，但驼懂你。你知道驼是动物，但你从不把驼当动物看待。有一天，驼走了，可能是某场突如其来的疾病，也可能是悄无声息的老去。当那一刻真正来临时，我们却发现，世间所有的准备都抵不过一场生离死别的无常。佛陀在《无量寿经》中说，人生在世，无常迅速，不仅是人，六道众生皆在生死轮回中流转，无一能免。我们的宠物也正在这场无常之流中经历属于驼的轮转旅程。我们曾经试着忘记，试着放下，但心中那份牵挂却挥之不去。驼是否痛苦？驼是否知道我们多么想念驼？我们是否可以为驼再做些什么？这个时候，许多人会想到超度这件事。一说到超度，很多人就犹豫了。超度究竟是迷信还是慈悲的修行？有的人说，这不就是民间习俗，烧纸念经，动物又听不懂，有什么用？也有的人说，宠物不是人，怎么还需要超度？如果我们仅从世俗眼光来看，也许会觉得超度像是一种安慰自己的仪式，但如果我们从佛法来看，会发现这不只是形式，而是一种真实利益众生的慈悲行动。佛教认为，六道轮回中畜生道是其中之一。动物虽形体异于人类，但同样具备神识，驼们也会喜怒哀乐，也会记得恩情，也会在死亡后依业力转生。这一点和我们常说的灵魂概念接近，但佛法不谈永恒不变的灵魂，而谈识的延续。也就是说，宠物虽死，但驼的识还在轮回中流转。而我们可以透过诵经念佛、供养、放生等方式回向功德给驼，帮助驼离苦得乐。这不是迷信，而是业力与愿力的转化法门。当我们为毛孩诵经念佛的时候，我们其实不只是为驼，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学会了发愿，学会了慈悲，学会了放下。我们让眼泪转为智慧，让悲伤转为善行。这样的过程是一次生命的升华。我们可能从未诵过佛经，但因为宠物的离去，开始接触佛法。我们可能从未走进过寺庙，但因为想帮驼超度，踏上了修行的第一步。这样的转变，不只是为了驼，其实也是成就我们自己。这或许就是宠物来到我们生命中的真正意义，让我们学会爱，也学会放下，更学会慈悲。佛陀从未说过，不要伤心，不准思念。佛法也不是教我们冷酷无情，而是教我们用更高的智慧去转化悲伤，转化思念，走向慈悲与解脱。当我们抱着毛孩的遗照痛哭时，佛法告诉我们，哭没关系，但哭完请为驼念一声佛号。当我们无法放下对驼的牵挂时，佛法说，这份挂念可以转为愿力，帮助驼更快地堕。当我们想驼到失眠时，佛法轻声提醒，那么就念南无地藏王菩萨，让你的心与佛菩萨一起守护驼。这些都不是迷信，这些是佛法中最真实、最温暖的悲愿实践。超度宠物是爱的延续，不是结束。驼走后，你能做的最后一件事，就是用佛法来护送驼从黑暗到光明，从轮回到解脱。这份超度不是为了摆脱哀伤，而是把爱延续下去，把思念化为慈悲，帮助驼走得更远，走得更好。而你自己也会在这个过程中学会了什么叫做愿力，什么叫做菩萨道的起点。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是，佛教怎么看待动物与宠物的轮回？为宠物诵经超度有什么真实功德？超度宠物的简单佛法实修方法，佛陀曾如何教导弟子对待动物与畜生道的众生？这些都是你能为心爱的宠物做的最后一份礼物，也是你走向悲心愿力与智慧之路的第一步。驼离开了，但你还在，你为驼念佛的声音会穿越生死轮回，照亮驼的去处，也照亮你自己的心。这不是仪式，而是一场修行。我们不再只是送别，而是祝愿，祝驼从痛苦中解脱，祝自己从哀伤中醒悟。我们的诚意与愿力也会成为一种真实的力量，穿越生死，抵达驼的心时。有人会问，真的有用吗？
地藏经云：若未来世有男子女人现地藏形象即闻是经，乃至诵一句偈一佛名号，得无量福报。这段话明示了佛法的加持力与我们善愿的力量。是的，我们无法挽回陀的生命，但我们可以用佛法为陀开一扇门，让陀不再在黑暗中彷徨，不再孤独迷惘。佛陀说，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皆可成佛，这是佛法最根本最伟大的慈悲教义。我们被教导要以平等心对待一切众生，因为从佛的眼中看来，无论是人天阿修罗，还是畜生恶鬼地狱众生，所有一切生命无不具备觉悟成佛的潜能，只是因为业力不同，所受果报不同，暂时身处不同的境界，但本性并无高下贵贱之分。在佛教中，所谓众生即是有情，有情就表示有识，有识即具备知觉记忆情感。佛经中将六道分为天人阿修罗畜生恶鬼地狱，而畜生道即包括我们今日所说的动物。这些生命虽然因过去造作愚痴或贪欲等恶业而堕入畜生道，但佛陀从不因陀们的形体或现世果报而轻视，反而对这些苦难众生给予无限的悲悯与救度。杂含经中佛陀说道：诸有情类，虽身有异，悉有佛性。佛陀以智慧之眼洞察真相，众生的肉身虽有差别，有人形有畜形，但佛性并不因此减损分毫。就像一颗明珠，即使落入粪坑，也不失其宝性，终有一日能被洗净，光明显现。我们的宠物亦是如此。优婆塞戒经中说：众生因缘和合故有生，因缘离散则死，或报恩报怨，还债讨债。这四种因缘就是众生彼此投胎为亲为仇为伴的根本原因。宠物与我们相聚的这段缘，也可能是一段偿还情债的旅程。陀或许曾经是我们的亲人，今生以一只小狗的样貌来我们家，只为了继续那未了的因果。有些人会质疑，宠物有业报吗？陀们有因果吗？佛教认为万法皆因缘，无一不是业果之显现。动物所受的苦报也来自于过去的造业，陀们吃苦受难不代表活该，而是这一生的境遇，是业力使然。但佛法给我们的启示是，即使现在受报，也依然可以透过善缘的转化正法的接引而得度。佛陀在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中讲述无数地狱与畜生道的众生受苦的情景，其中许多是曾经为人，后因恶业堕入畜道，但也明示，只要有亲人眷属在阳世修福回向，皆有可能得到救拔。若有男子女人于生死路口为亡者设斋供养诵经礼佛，功德回向，能令亡者离苦得乐，这对我们是一种莫大的安慰与希望。我们明白，虽然无法阻止无常的发生，但能够在无常中种下解脱的因缘。只要我们真诚发心念佛诵经放生供灯，并将这些功德回向给陀，我们的宠物确实能从中受益，得离畜生苦，转生善趣，甚至往生佛国。想想看，我们的念佛声真的可以成为陀黑暗轮回中的一盏明灯，我们的经文功德可以变成陀超越畜道的桥梁。这不是迷信，而是佛法中业感缘起与悲愿力量的真实运作。我们不仅在为陀做功德，也是在修我们自己的心。佛陀不断教导我们要平等心，是一切众生，因为那正是成佛之道的基础。若我们对人有爱，对动物也能有爱；若我们能为亲人超度，也能为宠物诵经，这样的心量才真正符合佛的教诲。因此，当我们再次站在佛前，念起一句句南无阿弥陀佛时，我们的心不再只是悲伤，而是更加坚定。陀值得我们这样用心，因为陀不是陀，陀是众生，是佛性中的一滴。当我们听到为宠物做超度，内心其实是有些迟疑与困惑的。过去总以为诵经回向超度只是为了已逝的人，哪里想到原来动物我们曾陪伴的猫狗鸟兔也可以诵经超度，也值得我们这样用心的为陀们祝福与祈愿。为宠物超度真的有用吗？我们念的佛号诵的经文，陀们真的能收到吗？我们带着这样的问题翻开了佛经，也向法师与修行者请教。越深入佛法，我们越被震撼，因为佛法给出的答案不仅是有用，而且远超过我们的想象。
佛陀在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中多次开示，诵经念佛修福回向，可以实实在在帮助亡灵，帮助一切有情众生脱离恶道苦趣。其中名言：若有众生临命终时，得闻一佛名、一菩萨名、一句一偈，皆可得度。这句经文让我们重新理解佛名与佛号的力量。佛号不只是音声，不只是语言，而是代表一种不可思议的功德力、愿力与加持力。就像《阿弥陀经》中所说，若有善男子善女人，闻说阿弥陀佛，直持名号，一心不乱，临命终时，阿弥陀佛与诸圣众现在其前，世人终时心不颠倒，即得往生极乐国土。这段经文虽以善男子善女人为主体，但佛法讲究的是因缘成熟。若我们为王宠专程持名念佛诵经回向，愿陀也能得佛力接引，这份功德力绝非虚无。大宝积经中也指出，若有众生堕于畜生，若得善人为其念佛诵经修福回向，彼畜生众依思功德，速得离苦，生人道中。这段文字清楚点明，为畜生道的众生诵经回向，是可以实质帮助陀们离苦得乐、往生善道的。这不是迷信，而是佛法中业感缘起的自然法则。善因生善果，福报能转业。我们为宠物做超度时，最常依指的是地藏菩萨本愿经，因为地藏菩萨的愿力特别强烈，尤其是对三恶道、地狱恶鬼畜生众生的救度，悲愿无穷。地藏菩萨发愿，地狱未空，是不成佛众生度尽，方正菩提。这样的誓言震撼人心，也带来无比的安慰与希望。地藏菩萨不仅救人，也救动物。经中记载，许多堕入地狱与畜生道的亡灵，在亲人诵经供养回向佛号后，得以受菩萨加持而转生善道，或直接得生净土。当我们至诚发心为宠物诵经持咒时，我们其实就是在与菩萨同行，用我们微小的善心搭载菩萨的慈悲愿力，引导驼走向更光明的去处。很多人不解，我们念经，宠物已死，怎么知道我们为驼诵经？佛教的解释在于识的存在与因缘的联系。根据《阿含经》与《楞严经》，佛陀指出，众生的识神并不因死亡而断灭，尤其在死亡之后的中阴阶段，识神会寻找去处。若于此时有亲人持佛号诵经供养助念回向，这些善法力量就像一道光，能引导亡者远离黑暗，转向光明。大乘本生心地观经中说，若有父母兄弟男女眷属为其诵经斋僧修福，彼亡者于中阴界，能得感应，转恶趣为善趣。这段经文不仅是针对人类，也涵盖一切有情众生，包括我们的宠物，因为驼们也是有中阴识的。驼们会感应主人的念力，特别是当驼们与我们有深厚缘分之时，这份连结会形成一种牵引力。我们要相信，爱的力量加上佛法的力量，可以穿越生死，穿越有形与无形之间的鸿沟。只要我们诚心，驼就能感应得到。世间最大的痛苦，莫过于看着挚爱离去，却无能为力。但佛法教我们，即便死亡已发生，我们仍有办法帮助驼透过佛法，透过愿力，透过慈悲行持。我们可以诵念地藏经、阿弥陀经，持诵佛号，尤其是南无阿弥陀佛、南无地藏王菩萨，供灯、供水、供花，作为供养放生一条鱼，救助一个生命。回向给驼，这些行动看似简单，但一点一滴的功德积聚，会成为帮助驼离苦得乐、远离畜道的力量。我们曾经为驼哭得撕心裂肺，以为这样是对驼的怀念，但现在我们明白，哭不如颂哀，不如念怀念，不如回向。佛陀给我们的不是一个情绪的出口，而是一条超越哀伤、充满智慧与慈悲的实践之路。这条路让我们从只是悲伤转为深深祝福。从驼走了，我什么也不能做，转为我能以佛法助驼离苦得乐。从爱的终点转为爱的升华，这不仅对宠物有益，也让我们的心灵获得深层的解脱与安宁。当我们明白佛法的智慧与慈悲，知道为宠物超度是有意义、有功德的，我们心中自然会升起一个诚恳的愿望：我想为驼做点什么，我想用佛法的力量
帮助陀离苦得乐。但我们该怎么做？哪些是佛教中正信正念的超度方法？又该注意哪些心态与步骤？第一，诵经念佛是最稳固的功德桥梁。佛陀曾说，一切诸法以心为本，真正的超度不是形式，而是发心。我们以慈悲心至诚心诵经持佛号，是最直接且稳固的超度方法。推荐经典有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，适合诵读超度一切三途恶道众生，特别是畜生道。经中多次提到诵经供养念佛，皆能救拔亡灵转生善趣。阿弥陀经和佛说无量寿经是愿将功德回向宠物，能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远离六道轮回。极乐净土是修行与安养的最好去处，即使是畜生道的众生，在回向力与佛愿力加持下也能受益。常念南无阿弥陀佛或南无地藏王菩萨，无论念几声，心越专，愿越大，感应越深。佛号不只是语音，更是佛的智慧、慈悲、愿力的总和。第二，供灯供水，点燃智慧与希望之光。佛经中常说，灯能破暗，照见正道；水能净垢，平息烦恼。为宠物供灯供水，是以象征智慧与净化的力量，为陀点亮超脱的道路。不要小看这些微小的举动，一灯一水，若发心真诚，功德无量。第三，放生与行善，替陀种下善因，转换业力。佛陀曾言，放生的长寿，护生的安乐。我们的宠物可能因过去业力堕入畜生道，但我们能以当下善行回向给陀，为陀转变业果，增加善缘。具体可做的行善法门有放生随喜、注印佛经、护持寺院、做义工等等。所有功德皆可于事后合掌至诚念3称佛号后，发愿回向给王宠。佛法说，愿力可转业力，我们的善行将成为陀重生的力量。第四，参加法会，请僧诵经，借力行愿，集体共修更具威力。有些人可能因时间修行根基所限，无法自行长期诵经，此时可请求寺院或僧团代为诵经设坛超度，效果同样殊胜。僧众的持戒与功德会让超度更具加持力，而我们作为陀的亲人，发心护持与参与，才能真正圆满这份超度的功德。在整个超度过程中，我们要练习的不只是做，更重要的是发心与放下。宠物离世是我们面对无常的一次功课。佛法教导我们，真正的爱不是执着，而是祝福与成就陀的解脱之道。放下对死亡的恐惧，放下对自我的埋怨与愧疚，放下对过去的遗憾。在佛法中，转悲伤为修行，转牵挂为愿力，这才是真正圆满我们与陀的缘分。在为宠物超度的每一个夜晚，我们感受到的不只是哀伤，而是一份更深的联系。我们终于学会用佛法去爱陀，学会用智慧与慈悲完成一次超越生死的同行。让我们合掌念一句佛号，南无阿弥陀佛。愿陀在佛光中自在安详，也愿我们的心从此更加柔软坚定与清明。一场离别也是一次修行，从哀伤中学会放下与转化。在这样的经历中，我们学会了面对无常。金刚经说道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我们以为能一直握住的生命，终究如水中月，镜中花。宠物的离去不是结束，而是让我们面对执着的机会。过去我们的爱是一种占有，我们想让陀永远陪着我们，不生病，不老不死。但佛法教我们，真正的爱是慈悲，是祝福，是放手，是成就陀的自在。超度不只是为陀而做，其实也是为我们自己而做。我们在一次次的诵经念佛供灯中，与陀说再见，也与过去的自己和解。我们学会把思念转化为祝福，把哀伤转化为慈悲，把执念转化为愿力。这就是修行。修行不是坐在山林或寺院，而是在日常生活中学会用佛法面对生老病死，用智慧面对爱与别离。陀离开了，让我们有机会重新审视生命的价值，也让我们愿意开始修行念佛放生诵经行善，不只是为了陀，也为了让我们自己不再在轮回中无名的漂泊。这场离别也许让我们第一次深刻体会到，
人生不是永远拥有，而是善用每一刻去修福修慧，并将善意回向给所有与我们结缘的众生。我们与宠物的缘未完待续，今生的离别只是轮回路上暂时的分岔。若我们能用佛法善待这段缘，那么将来在更好的地方，我们或许还能再见。愿陀在佛光中自在，也愿我们因陀而更靠近佛法。当我们走过了最深的哀伤，回过头来看，才发现宠物来到我们生命中，不只是为了陪伴我们，而是为了提醒我们生命短暂，慈悲无限，修行不能等。佛陀教我们慎终追远，民德归厚。对亡者的思念是一种德性的延续，而佛法更进一步教导我们，对离去众生的慈悲不只停留在思念，而应该化为行动，化为回向，化为心灵的升华。我们念佛是为陀，也为自己；我们诵经是为陀种下善因，也为我们累积解脱的资粮。这一切都是在佛光中同行的修行。许多曾为宠物超度的师兄姐分享，他们在一次次回向中，竟然不再只为宠物诵经，而是慢慢将这份功德回向给所有畜生道的众生，所有流浪动物，所有受苦的生命。这种心量的扩大，正是佛陀所说的慈悲无量，众生平等。我们才明白，原来这份悲伤是陀带给我们最珍贵的礼物，让我们接触佛法，学会慈悲，学会放下，学会修行。所以我们感谢陀，不只是感谢陀曾陪伴我们几年，更感谢陀让我们因爱而走进佛法，让我们因别离而体悟无常，让我们因悲伤而发起菩提心。我们合掌为陀念一句佛号：南无阿弥陀佛。愿你乘佛光而去，无怖无苦无忧。我们的爱没有终点，我们的心不再执着，只愿陀在佛光中自在，也愿我们因陀而走上一条慈悲与智慧的光明道路。愿以此文功德回向一切众生，特别是我们曾爱护的宠物们，愿陀们离苦得乐，往生净土，早证菩提。